来分析一下这张照片，这是在抓娃娃发布会上的音乐。这张现场合影照片呢，是不是莫名生出几分耐人寻味的宿命感？一众主创全部列队站在背景展板后方，却在舞台最前排设置了这么一个无比奇怪的席位，导致整个身体与特字重合，落座方式与站位布局和其他人形成强烈的反差，是不是像一群人在抓什么呢？我是童叔，一个你摄影路上的同行者。今天咱们抛开各类主观脑洞不谈，单从摄影构图、舞台站位、画面布局上来看，就能看出现场拍摄与点位安排存在明显的疏漏，这也是所有大型活动合影拍摄时都要避开的典型问题，非常适合做一次合影站位的实操科普。首先让人物身体刚好和背景大字画面重叠，人物形体卡在核心文字理化区域，是不是会在视觉层面形成极强的画面割裂感？前后层级反差太突兀，而坐在这个位置上太不严谨了。一旦人物轮廓贴合背景关键词，极易产生多余的联想，放大画面歧义，这是活动摄影师前期点位规划最基础的准则。没有这种意识和觉悟，真的不适合干摄影这一行。其次像这种正式发布会属于严肃公开场合，合影坐姿、肢体舒展幅度都需要适配场景调性。大众礼仪认知领正式的出镜画面，女性大多采用双膝并拢侧坐的端庄姿态，肢体收敛有度，契合公开活动氛围。途中坐姿、肢体舒展外放，搭配前排居中独坐的位置，在全员站立的人群衬托下，视觉重心完全倾斜到单一人物身上，画面重心失衡，既破坏了大合影整体协调的氛围感，也极易被观众过度解读画面情绪。所以说摄影师会脑洞大开到任由这种站位与坐姿的发生，是极其不负责的，没有一点敏感意识。这不是单纯的在砸自己的摄影饭碗，连同别人的饭碗也都砸了个稀巴烂。最后多说一句，公众场合镜头具备极强的传播属性，画面细节会被无限的放大，无论是现场策划人员还是掌镜的摄影师，都要做到极致严谨。很多时候并非观众过度解读，而是前期点位规划、画面把控太过粗糙，一处小小的站位疏忽就会衍生大量话题。永远不会在酒吧拍到韩红。我们俩第一次喝酒在哪儿？哈尔滨。因为我喝茶，他正好搭了一瓶来，那韩老师过来，咔咔咔打开了。而且我只喝一种茶，叫做单丛，是我们潮汕茶。那2杯正好1斤。城市形象大使，要红肠呗？人家说不用，再来1瓶。唱得更棒，有点高，唱得更棒，太发度了，真的够高的这个，太高了，唱太棒了，什么叫牛逼？开心了，开心啊！因为我不靠任何后门，不靠任何其他的手段，因为我的形象很正，因为这个国家的年轻人需要一个这样的形象，我靠自己的奋斗走到今天能走出来。我相信在我身后有很多自己认为形象不好的人，他们会从此敢往前走。你们觉得韩红这段采访有问题吗？这样，你用英文跟韩红说，我给翻译过去。有什么了不起？吉祥如意。英文真好。开到ninja model。你开摩托来的吗？你再说一遍。开到ninja model。对。日本でですか？Super。他是开的日本生产的摩托。这是不小心把家乡的话给说出来了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呀！藏族人听不懂藏语，反而听成了日语啊！现在想想，冯小刚为了拍这部抓特务，也是煞费苦心，为了抓身边的特务，还特意拍了一部电影，真是以身入局，先生大义呀！韩红慈善专访合集快监控了。然后我希望我能赚点钱，把他们这些钱都积攒起来，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捐款，快捐空了，我希望我能挣点钱。捐款要把自己捐空了，你不要把握一下这个度吗？我要把握这个度，但只是就是当天灾人祸来的时候，你没法控制。你比如说四川刚震完，然后没多久云南震了，云南刚震完又回来了，雅安又震了。就当这一切来的时候特别突然吧，
你没办法做到袖手旁观。这个东西会是有时候是一种冲动吗？不是冲动，谁冲动了拿自己家的钱几十万的扔啊？那不是冲动，那是傻瓜吗？那不是？那可是自己捐出的钱的话，也要有一个自己能承受的限度。对，我现在还可以承受啊。就应该办这个。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都熟知他们家的情况，做不到。中国这么大，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人是干嘛的？有点钱，有点号召力，有点名声，就干这个。我们就应该干这个，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也无需得到您对我的赞美。那你这么多年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经验就是自己亲手拿着钱送给老百姓，直接通达式，不经过任何人转接，发自内心去做。尤其是在公益事业方面，你自己所接受到的最尖锐的一个争议是什么？在我看来，做公益这件事情呢，是你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事儿。你如果过多的去考虑他人的意见，我觉得你这个目的就不纯了。对，我们讲发心。对，所以我不觉得在我做公益的这条路上有多么尖锐的问题，但我们遇到过困难，比如说我们拉不到赞助的时候，我本身也不认识土豪。捐款10万。冯小刚啊，让那个演员塌了房。李亚鹏做慈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他做慈善是一方有难八方点赞。他之前在攻击某机构时说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那现在你的公示呢？说款物放着不发是混蛋，可是你不仅没发完，甚至把剩下的钱都拿去买理财了。那别人是混蛋，你做的比别人家过分多了，那你是啥？你说某机构做不到干净，就别怪别人质疑。可现在你被质疑的声音小吗？受质疑就是不干净，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呀。一个做公益十分低调，做了19年，大家才知道。一个做公益带着上百家媒体，上面无人机，下面摄像机。一个资助的都是有需要的个人，一个资助的都是机构，而且人家到底需不需要还不一定呢。比如给百祥县的医院捐救护车，亲手拿着钱送给老百姓，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可做的时候怎么又成了只捐机构了呢？一个是真慈善，即使干不下去了，说话也是云淡风轻的，极其真诚；一个是表演慈善，即使没什么事，说话都撇着嘴，多有艺术感染力呀！这就是两者的差别。还有一个事情让我十分困惑呀，你说一个天天说饭都吃不上的人，他是怎么胖成那个样子的呢？这人如果没有契机，一时半会还塌不了房呢。所以这事呀，必须得感谢冯小刚。韩红现在想退出公益，门儿都没有。不是大家不让他走，是他自己走不掉。几十万月捐人，每个月真金白银往里砸，他要是撂挑子不干了，这烂摊子谁收拾？钱去哪了？项目还搞不搞？谁给个说法？说白了，这事的根子就一个，钱不是他的了。韩红基金会刚起步那会儿，启动资金全是他自己掏的，顶多找几个圈里朋友凑一凑。那时候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外界顶多说声好人，没人追着要票据。你花自己的钱帮别人，那是你仗义，大家鼓掌就完了。可后来拿到公开募捐资质，性质彻底变了。线上月捐通道一开，上班族、学生、退休大妈，几十块、几百块的往里投，一年几个亿的善款，99%都是普通老百姓的血汗钱。这钱还属于韩红个人吗？做梦呢！法律白纸黑字写着，捐款人有权知道钱花哪了。慈善法可不是摆设，这份知情权不是网友刁难，是法定权益。现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一边觉得韩红干了10几年，灾区一线冲在最前面，做实事的人不该被揪着账目细节不放。这话听着暖心，但逻辑上站不住脚。你救了多少人，干了多少活，跟你账目清不清晰是两码事。线下再拼命也不能代替财务透明。这就像你请朋友吃饭，菜做的再好吃，也不能不告诉人家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另一边呢，看到账面有结余，就开始嚷嚷钱被贪了，这种说法更离谱。民政部门年年请第三方审计，大额储备金是留给突发灾害和长期医疗项目的，有监管限制，私人动不了。瞎猜没用，得看证据，可问题的关键还是公示。以前韩红只对自己和少数朋友负责，
现在要对几十万陌生人负责。信任这个东西，建起来需要10几年，塌下去只需要一次糊弄。你账目不清，别人心里就打鼓，这很正常。有人问，那韩红干脆注销基金会，彻底不干行不行？行啊，但你得走完清算流程。所有公众捐赠的结余不能归他，得转给别的公益机构。清算期间，每一笔账目都得公示，几十万人的捐款去向必须说清楚。中途只要有一笔交代不清，注销就卡住。更别说情感上，几十万人冲着他的人品坚持月捐，他要是甩手走人，等于把所有人的信任扔地上踩。你看那些只靠企业捐款的小型非公募基金会，不用公开募捐，公示标准就宽松很多。韩红基金会不一样，只要他还开着公开募捐通道，还在收普通人的月捐，采购票据、项目支出、管理费就必须一条条摆出来。官方核查之前也指出过他信息公示不及时的问题，后来整改了，但警钟一直响着，情怀再重也扛不住一个黑箱。普通人月捐不是要约束谁，就是想让自己那几十块钱真能送到病人手里，送到山沟沟里。大众要的不是挑刺，是一份看得明白的账。公募公益想长长久久走下去，发起人的初心不能丢，公开透明的机制更不能丢。缺一个早晚翻车，好饭不怕晚，账目说清楚，大家心里才踏实。